好吧，山陀儿今天晚上会登陆，哦，那要小心风雨了哦，还是要小心风雨了。不过，反正变来变去嘛，哦，北部到今天为止，到下午都还好，但是开始有一点变天了，有一点变天哈。那他们说路径好像47年前的塞洛嘛，哦，那如果说在高雄登陆呢，会创罕见恐怖纪录，可是他好像不太动，很慢。他们也有人说他自己把自己给吃死了。就自己能量消耗没有了嘛，没有新的能量进来，也许就挂了哈。那但现在怎么样搞不清楚啊？那这个陈其迈说呢，太年轻人不懂啊，说塞洛玛当时很厉害，高雄的年纪比较大人都知道哦，很厉害啊。那说这个山陀儿呢，如果继续这边不动的话，可能会自己吃自己。有机会死在台湾，台湾多厉害！台湾如果死在这里，你下次再来嘛，敢再来嘛哈。那另外呢，这个说他们直击台风眼，说哇很可怕，哇那个台风眼很可怕啊。那另外呢，这个高雄外海为什么不动啊？为什么不去垦丁？他们说因为垦丁太贵，垦丁太贵了，所以那个台风不敢登陆哈，这也是求垦丁了哈。那另外呢，这垦丁真的很可惜，以前那么好，垦丁的海啊很美的，很漂亮的啊。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呢？他跟花莲县长在那边对话了哈，6次质疑，这我们都能谈。我们现在看看这台风。台风为高雄带来强风豪雨，而在旗津这边感受更明显。可以看到呢，海平面呢是碰上大潮，又加上豪雨的影响，因此呢是几乎和路面一样高，而且海水是不断的灌到马路上。高雄鼓山渡轮站码头满水位，海浪直接溢出堤防，往街道冲刷，路边水沟被海水灌满，不断冒出大量海水。另一边的旗津街道更是被海水覆盖，又涨潮了，涨很高了。路过车辆溅起大量水花，骑士们也都怕打滑，放慢速度，紧贴中线，小心通过。而水一度淹到脚踝。帮你啦！哦。今麦目前这个溃堤，这个堤网已经溃堤啊。制高点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就在岸边呢出现了一个破洞，而这个破洞呢将近呢有40-50公尺。枋寮大庄村的堤岸溃堤，由于7点多正值满潮，水位上升，掀起的巨浪打上防坡堤，地筋被掏空。同样海水倒灌的东港，清晨5点半左右，地势低洼地区已经水漫马路，最深一度到小腿肚。原本满潮不至于积水，因为台风暴潮和山区的雨水流下来，海水倒灌更严重。山陀儿龟速打转，屏东沿海地区又适逢大潮，风雨还没有真正的发威，积水溃堤状况接连发生。来，这个发言人优异是，我觉得当然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还是要就是保持警戒啦，因为毕竟都可能是天然灾害会造成危害。这让我想到上一次在海上滞留这么久，然后后来到台湾本岛上面也滞留非常久，造成很大的灾害的叫做纳莉台风。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纳莉也是在海上吸饱了水汽，它其实只达到中台而已。像这次山陀儿，它也退到中台，但是它进台湾之后滞留非常久。那现在山陀儿大家也是预估，除了今天礼拜3好像看起来快要登陆，它可能它的影响会后续影响到礼拜5，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还是大家要戒慎恐惧了。赖清德哈，因为他跟花莲县主跟县长在讨论应该撤离多少人了哈，6次哈质疑花莲县，因为县长说3000多人，他说8000多人，资料来源可能不同哈。那现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赖清德个性，第一个他以前是好学生，所以读书大概读得很细，然后对自己很有信心，就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们看一下这部分，请徐县长哈，还有县府的团队能够确实掌握。因为目前中央应变中心所掌握的贵县应该要优先撤离的人数要到8000多位，8259位，但目前只撤离3000多个而已。为了花莲保全户人数，双方数字都不拢。总统的6度追问也让蓝营立委直呼欺负人，但内政部还原总统引用的数字，这8259人是花莲全县资料，不只含有土石流保全户，还有水灾及孤岛等。且总统原意是认为强降雨可能带来土石流、水灾及孤岛地区等灾情，所以才希望8000多人都撤离。总统的关心，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了。因为这些数字是由
总统那边的手上的数字是由这3个系统的数字累加的，那这累加8000多人是有很多的是会重复的。只是徐榛蔚说的土石流保存户3000多人，又跟花莲县府提供的数字差了1000多人。请花莲县政府以及他们有辖下的很多乡镇公所，在报所谓的籍在人不在，也就是说有设户籍，但是人不在现场的时候呢，要再确认清楚。听起来中央跟花莲的交锋暂时未落幕。好吧，这个花莲真的蛮惨的了哈，接二连三地震啊、台风了等等哈。虽然政府有补助，一些补助还不少哈，但是呢，去的人还是听说很多人都到了宜兰，就在宜兰那边玩了，礁溪那边玩，就不再往以前都现在再往花莲啊那边走，现在不在那边走了哈。其实大家应该还是要去花莲了哈。不过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常常那个公路就常常坍方啊等等，石头掉下来哈。不过呢，内政部原来也给总统的资料是说8000多人了。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他们自己也改了，把它说变成5082人哈，变成这样。来，亮君。我想在刚刚的这个影片当中，其实看得出来说，总统针对花莲撤离民众的部分去询问说，到底有多少的人数？但其实我们刚刚也可以看到说，徐县长其实也有回应说，确实在这整个数字上面有一些是有重复的嘛，就譬如说像土石流的这个地区啊，然后或者是要撤离的人数是有所重复跟重叠。但是我觉得这也没关系，这其实就大家解释清楚就好。那到底应该在现在的这个暴风等级的状况底下，到底花莲县应该要撤离多少人？只要我们有现在积极性的来做预防性的撤离，我想这个不要有任何灾害的扩大，这都是大家不乐见的。然后也做积极性的这样子的处置，我觉得都是好事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说，今天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我位在台北市哦，那我们看到说今天台北哦看起来上午的时候是无风无雨哦，那大家就在想说，那到底为什么台北市今天北北基桃来放台风假？因为其实确实在气象署昨天傍晚7点的时候，其实是一路的将整个风力啊，然后跟强阵雨的这个预测来不断的下修。那下修到昨天傍晚的时候，其实呢已经说今天呢北北基大概就是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是6到7级。那依照我们这个相关的停止上班上课的作业办法的话，你其实是要达到大概平均阵风7级哈，然后阵风10级以上的时候，那才有停班停课。所以昨天其实第一时间传出来说，基隆市政府就率先来停止说这个基隆来停班停课，然后后来才提到说，新北、台北、桃园也都陆续的来停班停课。那大家就笑说，是不是这个基隆谢国良现在因为面临罢免哦，然后所以这个求生意志坚定。但是其实我觉得今天来看，接下来其实在我们现在录影的当下，外面已经开始有点风雨了啦。但是呢，我觉得相较于过去停班停课的标准来说，我认为还是有一点点下修。因为我们来看今天蒋万安的说法哦，他今天是讲说今天呢台北市傍晚会开始下雨，然后又适逢下班的尖峰时段，要给大家做防台准备。这个也不能说他错，都说得过去。那只是说呢，跟过去大家认为台风假所放假的这个停班停课的标准比起来，好像比过去再更加的宽松一点啦。那但是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还是希望在这一次3头儿的台风里面，无论是南部地区或是北部，今天晚上开始进入暴风圈之后，大家都还是能够平平安安。好吧，就是说北北基该不该放假？我们下一段本来就预备谈哈。那回到王宏威是说，总统哈最近老是一下骂将官，一下这个指责这个县长错误，是不是失控暴走？为什么这样？情绪很不好，到底怎么回事？哦，那另外呢，这个总统府的发言人张敦涵是说呢，说赖清德不是想耍光威的领导者，他平常都很客气啊。哦，你们讲他是什么要为了这个树立自己的权威啦，等等，他平常不是这样的人啊。哦，来，这个小牛你怎么看？这个赖清德总统大概很不适应现在的位置哦，虽然已经是这个在台湾政治的最高点哦，但是因为总统其实有这个责任要团结社会，但这一段时间他的所作所为看起来跟这个东西一点都接不上边嘛哦，不管是从这个军里面将官可能是下面幕僚表错情吧，然后想要说，不要这么封建，对不对？进步一点。结果没想到他骨子里面是希望他们起立敬礼，那当然就有一些摩擦跟一些冲突。到这一次的这个灾防指挥中心，好像变得是跟地方的首长非常非常的没有默契。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总统如果柔软一点的话，他其实这个小的危机轻轻松松就度过了，好，搞不好还可以创造自己的高度跟格局。但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他对这些细节
有这么大的情绪的反应啦。很有可能是这一段时间从他520上台以来，基本上台湾的政治环境并不是特别好嘛，尤其是立法院。这个天天这个朝野基本上是烽火连天，恶斗不停。那他作为总统，显然没有要调停的打算嘛，没有要拿出自己的高位团结大家。那当没有团结的时候，其实他变相的让自己的执政是不好发挥的嘛。因为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很多的时间去看你要把国家带领什么方向，你怎么跟社会去做对话，没有这些东西了嘛。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在斗争，比如说柯文哲的事情啊，立法院的国会改革啊，那都是冲突为主的时候，没有人看到你这一方面的成效，那到最后他就觉得就会越来越焦虑嘛。就我执政到现在已经接近100日了，520马上就要就职100天，他到底给台湾带来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恐怕都没有。那越是这样焦虑的时候，我觉得越想要表现，但是越没有能力表现，最后就自曝其短。我觉得是很危险的。我们是希望总统就把冲突降下来，要不要忘记自己有团结台湾社会的责任？我高度怀疑赖清德呢，他更年期，就他的情绪太不稳定了哈。然后呢，那不然他就是有这个权力上面呢那种不安呢，到达了极点。他昨天去灾防中心开那个视讯会议，其实场面是蛮难看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这些官员呢全部都起立啊，总统好这样，因为是真的是就是被之前的时候那些将官给吓到啦，这些将官多倒霉啊哈！我真的不相信了哈，我不相信说一个在总统府呢一个摄影官哈就能够去要这个所有的这些将官呢说你们大家就不用站起来了，我们轻松一点。我觉得他一定就是有一个相当的有层级的这个官员跟他们这样讲之后呢，才会让这些将官在总统进来的时候呢，大家都不会都没有站起来，因为站起来是很合理的，这个一般都会这样做的，因为他们有武官嘛，武官，然后侍卫长陪着总统这个走进来的时候，就会有个人这边喊总统莅临啊，那你不就站起来了吗？那就是因为之前的时候有人讲说啊，不用站起来，大家才会坐着嘛啊。然后那个就总统就有至于发到这么大的脾气吗？所以昨天灾防中心官员都吓到了，总统来，赶快大家站起来，总统好，总统好。然后呢，跟这个徐榛蔚开这个会的时候呢，他也是真的很莫名其妙。是啦，你手上的数字呢是8000多人，那他是把这个内政部呢是把花莲汇总来的四类的啊所谓的4类灾害的保全户，什么土石流啊什么等等的呢，都算来起来他是8000多人。那你问了徐榛蔚就说在这一次的台风里面，他们需要撤离的就是3000多人嘛。赖清德就说不对哦，你要查一下啊，那他们就再看。他有这样反复的哈，这样就是非常的坚持的，一直这样问你到底是要怎样啊？哈，就是说你今天我们在这个灾防中心去做视察的时候，是要预防哈，然后盯紧这些各县市，希望让这个人民的财产损失呢，能够降到最小，然后做到最好的防范和保护。那他也并没有话说不清楚啊，徐榛蔚话讲得很清楚，你不就结束了吗？他是怎样？你是这个数字上面挑战你的权威吗？有这么大的不安全感吗？赖清德有毛病哎，真的要去看一下。告诉你为什么？怎样？看到徐榛蔚就想到傅昆萁。这样大哦，对，傅昆萁是你先生，想到傅昆萁想到立法院，对不对？气，就你们这样悲歌哦，可恶！去下再回来。长者是宝，需要陪伴与照顾。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吧，这个到现在为止啊，台北其实天气还好，尤其上午既无风也无雨哈，那怎么就放了假呢？哦。那到底为什么哦？到底情况怎么样啊？那蒋万安的讲法是说下半天会下雨，哦，那如果因此我们只放半天，那下班他们很不方便嘛，所以要不然就放全天算了，好人做到就放吧。而且事先他的脸书都被灌爆了，说哎呀蒋万安你好帅啊，你怎么一大堆等等，好像变成他如果就不放弃就变成丑了不帅了哈。我们看一下。全台停班停课，带来看看台北市阳光普照，看得到蓝天有风但无雨。看来这台风假有点太超前部署了。山图儿走得慢，而放假一天对台湾的成本是200亿。其实昨天我们掌握的气象预测，
在今天傍晚左右以及下午开始就会风雨势增大。站在时钟前，背后显示晚间8点多一点，基隆市长谢国良接到的是新北市长侯友通知停班课的电话。基隆市随即在8点03分对外宣布，北桃晚了约5分钟，则是疑其他县市是否刻意做球。不过昨天我宣布的时候，因为刚好媒体就在旁边，宣布的时间是会有先后，可是决策的时候是共同的。山区部分确实会造成可能的灾情，基北桃4县市就是一日的共同生活圈。谢国良居然可以因为自己这个罢免的原因来抢先宣布，完全不在意所有的一切的标准。我觉得这个事情当然，当然是因为北基桃他们是绑在一起的啦，所以要宣布就是一起宣布。那但是呢，我当然是觉得这个事情。我自己刚开车过来的时候，觉得其实蛮没有风也没有雨的。那当然开始渐渐入夜之后，可能会开始越来越多。但是呢，当然他们现在一起这样宣布的话，一定会造成很多的民众，或者甚至是一些其他的政党人士，当然一定会开始怀疑为什么会特别做出这个事情，是不是跟未来这个基隆市10天之后这个罢梁有关？那但是呢，我还是在一点就是觉得。既然是台风天，其实我们从上个礼拜6日就开始一直说，礼拜1晚上就会有入夜就有风雨，礼拜2晚上入夜就有风雨，北部的地区。那其实到现在礼拜3了，下半天还看起来风雨才渐渐要起，但是我都觉得啦，还是行政首长当然还是一定要从一个比较谨慎保守的角度去看，不要让这个风雨真的造成在让大家一时疏忽之下，可能上下班族还有上学的人，他们今天如果没有放到这个假，万一真的入夜马上就有一些风雨来的时候，造成的一些危害也是要顾的。那当然，一天的这个不上班造成的这个经济损失的话，如果我们讲的阿 Q 一点啊，他可能会从有一些民众，他早上可能会出去电影院啊，出去 KTV 啊等等。我们没有鼓励这些行为，但是某种程度也是消费行为，也会去回补它。但最终，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还是以市民的安全为重是最重要的啦。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当首长的话大概都会放了。放过人你不放，有人骂了，说天气好，为什么放？不放骂的人更多嘛。对啊，而且万一，对吧？万一有一个人出事了，这惨了。到时候被骂的臭头就算安全出事不行嘛。所以对于县市首长来讲，好吧，这个宁可放宁可放而不放从某个角度是扛他人之慨了。说实话是扛公家之慨，因为你一放假，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啊、各活动其实影响蛮大的。所以不是市长有什么损失，有什么损失，现在什么损失也没有啊。对，但是呢，其实从某个角度看，你就是扛他人之慨，但是没办法，政治就是这样嘛。所以放什么假，我就知道放政治假嘛，就是这样嘛。来，南京。对，而且特别是因为台北市台北市只要一放假呢，我们股市呢就休市啊。上一次这个凯米台风的时候呢，连放了2天台风假，然后这个股市这个恢复了之后，跌了600点。所以呢，这次呢，就有一些专家呢，就是提醒了恐怕呢会等到恢复这个上班的时候呢，可能又会迎来这个股市上面的这震荡跟撞击啊。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不太好处理的就在于是蒋万安呢在决定台北市要不要放假之前的时候呢，在他的社群的网站上面，在脸书上面呢，就有非常多的这个民众呢，给他极大的压力就觉得一定要放啊，怎么的。我觉得这一些能不能够顶住这些压力当然就是很考验这个首都市长另外一个呢，他还有一个政治上面的考量，就是说北基宜这4个呢，这4个这个县市这共同的生活圈，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考虑，就是他要共同来决定放假或不放假呢，是合理的啦可是因为这4个地方的地形的差异呢，说实在其实也是蛮大的你今天呢，会在新北市的有一些的山区或什么造成的灾情，在台北市呢，未必会发生可是呢，你如果一旦不集体行动而有造成这个灾害的话，好像又很说不过去上一次就是这一任的这个县市首长呢，他们上任来之后碰到的第一个
台风，张善政那时候就没放假嘛，桃园就没放假，张善政就被骂惨了哈。大家不会因为就是说他没有放假，而那天呢无风也无雨，称赞他这个张神啊，就像当时这个称赞这个赖清德一样哈。我们知道这个北部的，就是说蓝营执政县市的这些首长们，他们所面对的民众呢，真的跟绿营执政的县市首长是很大的不一样的啊。赖清德不放假，那个台南的市民呢说他哇赖神，然后高雄呢淹大水淹成这样，然后还有那么多的人呢帮陈其迈讲话说啊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所以说在这样子受到的民意的要求是更高的情形之下呢，这些县市首长的决策的确是很困难啦。昨天是因为基隆市，因为我一直在注意嘛，8点我就看，然后呢，这个基隆市晚上8点04，谢国良先宣布，然后接着呢5分钟以后台北市宣布，然后再来新北市是在1分钟以后宣布，再1分钟以后桃园市宣布。就以后这种情况，干脆有4个县市发言人或什么，你们聚在一起宣布算了，否则大家就很奇怪嘛。那这个侯友宜是说，其实他们7点半就密切讨论了，就已经决定了，已经决定是要放了啊。那这个谢国良是说，因为刚好记者在他旁边，所以就听到了啊，就会先发布了哈。那侯友宜是说，因为他有除了山区，还有沿海。郊区，因为新北是很大了，其实说起来，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不放，比如说中永和，这个不放，然后那个郊区因为这个石碇啊，什么这些地方要放，那就造成这同一个市里面有不同的制度，也麻烦的了。佩君。这个老实说，我觉得民进党的朋友要把这个今天放假说成国良假，或者是这个就谢国良罢免，你真的是太把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看得太扁了啦！你民进党要去投罢免谢国良的人，会因为今天放一天假就改变心意说谢市长真的是不错的，这一票还是不要投了？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吗？所以你如果做这样子的联想或这样的说法，你基本上就是把你的支持者看得很扁哎，他们是因为放了一天假就会改变自己对一个县市长标准的人，是这样子吗？所以。这个台风，我说实在，路径到现在，基本上各国对它的这个预测都是改了又改。日本气象厅已经算预测蛮准的，可是从1号到今天，它也是已经调整好几次，说它的路线是 S 型这样，所以它是一个变幻难测，它是一个这个天就是老天也是不可控了。你说这个，我觉得人类的天气预测一定都有它的极限。北北基桃变成一个生活共同圈，已经是行之有年的事情。那刚刚前面这个南英姐也讲，从最北的这个基隆到最南的桃园，地形的落差，还有这个幅员的辽阔，本来就会因应天灾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变化。你如果单一挑一个地区起来讲说啊，这里没下雨啊，那为什么大家要放？这是并不公平的，因为当时在讲这个标准的时候，就是在讲，因为我们有很多流动的人口、通勤跟工作，所以我们必须一体来考量，而不是说这4个地区的天气状况会一模一样，所以我们绑在一起放假。这个是合先续民，要先讲清楚。所以现在来讲昨天万安今天他是今天解释，他说这个从昨天这个台大气象团队的资料数据来看，2点以后雨势会变强。这个报告不是蒋万安做的，不是台北市政府的人做，是专业气象团队做。那市长能做的事情就是根据你这个专业团队给我的数据，我来判断有没有达到标准。2点以后如果会下雨，没下当然最好，可是如果下了暴雨，紧急要回家接小孩，万不计路上只要有1个人发生的事故在路上，这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事情。不要说政治责任，这个家庭破碎就没办法救。所以当时我们在讲北北基桃一起讨论台风假的意义就在这里。所以现在如果要去讲说，哎呀台北没下雨啊，干嘛放假？我们要讨论的不是下大雨、风很强才来放，是预测嘛？那预测会不会失准？有这个几率。那我只要讲大家去想，这个预测的数字是蒋万安做的吗？是他做来给谢国良让他去说嘴来放假吗？不是嘛？所以做这样的联想是很幼稚的。最后我想花一点时间讲赖清德。老实说，我真的觉得他完全画错重点了。语法台风假来袭要撤离的是土石流浅市区的保全户，所以徐县长讲的那3000多人是完全没有错的，是赖清德自己觉得的标准答案。他的标准答案是包含土石流、水灾、义城孤岛3种保全户的加总，是他自己画错重点，所以去揪着徐哲伟不放，这是他语法搞错重点，舆情搞错重点。说真的，因为我刚从花莲回来，我那个感触特别深。我跟这个几个议会的同仁上个星期想说，我们去这个开议之前去振兴一下花东，我们几个人去花莲玩，结果因为这个台风提前回来。为什么？去的时候苏花改，我去从大概12点多从台北出发，我晚上7点半才到花莲，因为中间无预警的他说风管制就管制。
多久放行不知道，要看状况。我们中间我带着这个小孩4个月在车上，我们开了6、7个小时才到花莲。好不容易到了，回来就不敢赌了，因为不知道状况如何，所以我们就提前回来。我们回来那个星期6的晚上，苏花改已经全线封，那个工作人员就在狂风暴雨中指挥大家不能上苏花改已经封。我们走苏花回来，那已经是星期6，台风根本还没有来哦。苏花30几公里回来，结果这几天新闻看得清楚，台铁断了，苏花断了，苏花改封了，这个花莲又变孤岛哎。赖总统如果把人民当成你的这个亲人子民，你要问的是，那些就医的人他们有没有紧急出来的方法？那这个好不容易从04、03长镇站起来的店家，他们现在何去何从？这才是你要关心的重点，不是好像考倒徐榛蔚你就棒棒，不是这样。更何况你也没搞倒啊，因为你是自己搞错答案，你自己画的标准答案是错的。所以于情于法，我都觉得昨天那一幕是非常荒唐的一幕了。休息一下再回来。